你信不信不用盯盘也能抓好短线？你只要每天晚上看一眼这2条均线，就知道明天该做什么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今天分享一套短线战法，只看2根均线，这是最适合上班族的交易思路，方法简单又能赚钱，最重要的是不必盯盘。这个战法叫做520战法。该战法我们只要用到2条均线，一条是5日均线图中的蓝色线，一条是20日均线图中的黑色线。该战法一共有3个买点。第一个买点，5天线在20天线上方运行，20天线45度角向上，股价出现短暂回调，跌落5天线，然后一根阳线收盘，再次突破5天线，为第一个买点。包括这里也同样是第一买入点。第二个买点，20天线保持45度角上升，5天线由上向下靠拢20天线，慢慢两线接近粘合，但始终未形成死叉，形成将死不死的局面。当5天线再次拐头向上，则构成第二买点。这里要注意，在构成第一、第二买点时，股价调整不能构成20天线的有效破位。在很多时候，第一和第二买点会接连出现，但第一买点的阳线最好不是10日线类型的变盘 K 线。最后是第3买点，20天线依旧保持45度角向上，5天线由上向下跌破20天线。那后续关注5天线动向，当再次回穿20天线，就是一个买点。简单总结一下，3种买点的核心是20天线在买点形成时，不能出现走平，更不能拐头向下。这3种买点构成中期上升趋势中的浅调、短洗和砸盘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实战案例。阿哲在视频结尾也会将实战中的4点重要注意事项一并告知你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可以点赞订阅阿哲频道。图中蓝线和黑线分别是5日线和20日线。该股在这个位置，5天线站在20天线上方，由空头排列转为多头排列，箭头所指的高点后续出现了4天的调整，最后导致股价掉到5天线的下方，甚至有一天收盘出现20天线破位，不过隔天就收复了，说明破位无效。随后在箭头的位置出现了一根强势跳空的阳线，股价向上突破了5天线，这又是回调结束的一种信号，也是520战法的第一种买点。初次买入可以将5天线作为操作观察，不跌破可以安心持股，等待短线上涨。现在我们再用一个案例讲解第二种买点。如何买在急跌后的启动点呢？股价见顶后快速出现了凌厉的下跌，甚至一口气直接跌破了20天线，但第2天就重新站回20天线，不构成有效跌破，保持关注。后续出现股价跳空站上5日线，这里是否构成第一种买点呢？这个问题交给你来解答。你可以发现的是，5天线和20天线慢慢在靠拢，但始终没有死叉。在标记的这一天出现5天线再次远离20天线，代表调整结束，形成第2种买入信号。5日线依旧是你的操作观察标准。最后是第3种买点，位置 A，5天线下穿了20天线，前期的下跌多有跳空砸盘动作，所以导致短期出现两线死叉，但是20天线依旧保持着稳健的上升姿态。随后5天线在位置 B 出现上穿20天线，这里就是非常不错的买入点。为什么520构成的3种买点，我们认为成功率都会非常不错呢？首先，3种买点都要求20天线上移，这是模型买点的基础核心。20天的时间是1个月的周期，它代表一个股票中期的趋势。那20天线朝上，说明这个股票中期处于上升趋势，剩下的就是我们去找短期买点的问题。而5天线就代表短期交易者成本，只需要保证中期趋势不改变，我们就能通过5天线寻找短期调整便宜的筹码买点。这种买入不止获利空间大，同时止损点也非常靠近买入价。最后是4点注意事项。第一点，在趋势转向初期使用最佳这个方法。
中长期上涨后效果会大打折扣，因为获利空间会被压缩，风险也同步放大。第二，买入后以5日线为操盘线，价格延续5日线上行，甚至加速运行，这是最理想状态，直到跌破5天线获利了结。反之，如果买入后短期就再次跌破5日线，说明调整很可能没有结束，要及时离场。第三点，该账法为均线账法，只考虑了价格和时间，如果能够量价配合，买入效果更佳。你觉得可以如何用成交量配合进行买入呢？最后，也是所有趋势类账法的通病，你不能在震荡无趋势下进行520账法交易。听到视频最后，是不是觉得该账法非常简单有效？如果你确实学会了，可以给阿哲点个赞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一起学习。简单的2根均线，买点清晰又直观。更多技术分析干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